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2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95.92，收盘价是400.6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09.28，最低价是在391.6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9064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大幅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1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上影线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随即回踩了由于跳空开盘而产生的这个缺口之后呢，便被迅速拉抬，也就是说越过400整数关口，直到上方410附近是遇到了压力之后，然后我们会看到股价开始震荡前行。那么在午盘之后呢，股价出现了下跌，然后呢在400关口附近震荡，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收盘价是在400关口上方。因此我们会看到当日这根 K 线是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那么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不仅较前一个交易日是一个增量，较之前的交易日这个成交量也是相对较大的。那么出现了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 K 线，并且伴有大的成交量，通常这是一根止涨的信号 K 线。那么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将成为次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那么股价只有在后续的交易日站上新生成这根 K 线最高，也就是410这个位置，那么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也就是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但是呢，如果日后股价是跌破了它的最低392，那么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那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会做头的。那么出现这样的一根 K 线，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除非是我们说股价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横盘或者休息的 K 线，然后再去等待向上或者向下的突破。所以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呢，我们仅从单一 K 线而言，股价会有回档的走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4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两个可能是并列的，一个是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376附近；另外一个可能呢，股价会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39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而实际在4月17日收盘价是在400.62，股价是继续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是在点位上相差较大，同时性质不同，走势也不同。好，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继续反弹，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上行的目标。那么目前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在400.62已经站上了之前我们定义的第一目标，也就是396。那么继续向上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要做调整。
那么第一个目标呢会到达416，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上移，我们上移到这个位置，然后，那么第一个目标是416，那很明显，股价要想到达这个位置，目前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409，这个位置也是重要标志位，也是强压力。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突破，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可能站上第一个目标。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436，第三个目标呢是452，它也正好是在450整数关口附近。好。那这是我们说的上行的3个目标，下行目标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37。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2个关键标志位，一个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392，还有一个位置是362。那么这2根 K 线我们会看到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它们的最低是股价回档的强支撑。强支撑，不代表不能够被跌破，而是说它们是重要的标志位。好，那么这2个位置被突破，股价才有可能去测试337。那么接下来下方的第2个目标就是325，第3个目标就是273。好，那我们再来看4月20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392附近。那么在4月17日碰巧我们会看到股价是跳空高开盘之后回踩到这个位置，然后即被拉抬。那么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4月20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我们取整数401。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呢，我们认为股价将很有可能去站上前高而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但是如果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尤其是低开盘在这个地方不能够被突破，而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所以在4月20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401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首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13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这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到低点之后，也就是止跌信号出现之后的一个反弹中。那么当周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我们会看到在当周股价是得到了拉抬，那么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也就是或者叫确认了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它是站上了前面3根红 K 的最高，但是很遗憾我们会看到它并没有站上3月16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高，就是在403这个位置，我们指的是收盘价。如果这个位置能够站上403呢，那我们说，并且当周我们也会看到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么这个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呢，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肯定是要继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也就是说一根长绿覆盖了前面4根红 K 的这个最高和最低。对，那么这样的 K 线组合呢，我们会
把它称作叫这个通常向下叫长红吞噬，向上呢我们把它叫做或者叫长绿吞噬。对，也就是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呢，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但是很遗憾，当周的收盘价没有站上这4根红 K 的最高。但是呢，出现这样的走势，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能够站上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409，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否则，我们认为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会在这个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上半部分进行横盘。对，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 K 线信息的解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对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的预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一个预测。我们预测在4月13日当周，如果是收在高位呢，应该是在376；如果收在低位呢，是在342。那么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前一个交易周的收盘价是在349附近。而在4月13日当周，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这个观察位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我们预测的位置和实际的收盘价的位置呢，不仅是收盘价点位相差较大，同时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预测的仅仅是站上5日均线值5均值，而实际发生是站上了10均值，并且是上方我们会看到是站上了400整数关口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一个回顾。那么到了4月20日当周，我们预测股价如果是收在高位，将会收在412附近。如果是收在低位呢，我们认为会收在380附近。好，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409，也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在当周能够在前高上方，也就是409上方运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突破20均值，但是呢收盘价会收在412，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会生成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一根 K 线。但是如果股价在当周一直是在前高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关注409的理由。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最后一次加仓是在392这个位置，也就是4月15日的收盘价。那么到了4月17日，收盘价在400.62，收盘价不仅是站上了前高，同时又抱有大的成交量。通常在技术上，在这个位置应该是5%进场的，但是由于现在出现了止涨的信号 K 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技术上不建议加仓，我们要等到股价能够站上409之后，然后我们再依据现行和成交量才能够做技术上的加仓。所以到了4月17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会给出技术上的加仓建议。那么到了4月20日这个仓位成本价是在369，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在390，也就是股价一旦跌破了390，那么这个仓位应该是停利出场，
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那么止损位呢，我们给出是守362。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呢，可以守337，或者是持续长期持有。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前高410到416，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空头现在的目标是392和下方的362，在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409，第二个压力位是416，第三个压力位是420，在这个位置。第四个压力位是436。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第一个支撑是392，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它是从388到390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三个支撑是380到382，在这个区域。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367到369。第五个支撑我们取36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4月20日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02，下方最低会回踩到389，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93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呢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02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那么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上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95，上方最高会到达412，也就是会有新高的出现，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05附近。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继续的上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9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上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